持续回来要带大家掌握到国际情势的一个脉动。那首先要来看到的是哪里呢？现在川普啊，到哪里就有事情呗。所以呢，现在他又要找人麻烦了。现在要瞄准哪里？该不会是格陵兰嘛？之前就说什么要买人家啊，怎么样的啦。那时候现在还说呢，9号他就重申哦。美国需要得到格陵兰啊？为什么需要？好，反正总之就是需要。好，现阶段尚未考虑购买格陵兰的这个资金问题，所以也不排除嘛，尚未考虑，但是他也没说就是没有要用买的方式，但是希望以更容易的方式来达成交易。如果不行，就会以困难的方式来达成。好，困难的方式是什么？哦，这个语带玄机。丹麦的军事专家就说，对美军来说，这类的行动不会构成任何实际的困难，可能45分钟内就结束了。好，那川普就说美国需要拥有格陵兰，不然又来了，又搬出中俄了。如果我不出手，他们就会掉到中俄之手，所以我必须要拥有他们。他说，不管他们喜不喜欢，我们都会在格陵兰要做一点什么样的事情。好，所以呢，总是把中俄当作借口，但是背后满足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呢？好，大家都看得出来。那现在川普好像就说，我们不排除要来硬的咯。那议员就呛说，你再多钱也买不到我们民族的灵魂，因为他之前还提说，好，那就每一个人民来发多少钱，来让他们呢，愿意来接受这个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进入这样子。那丹麦的这个议会的格陵兰事务委员会主席就说了，好，你不可能买到我们。好，这个收买任何一个民族本身这个行为就是一个不尊重的一个行为。还有他也谈到了民调显示多数的格陵兰居民希望独立，但是呢，他们普遍都不想要成为美国的一部分。那北京的官媒就批评了美国觊觎格陵兰的一个动作，那也说这是个霸权思维啊。那北京日报呢就说了，这个其实呢是非常这个危险的反祖的一个现象，所以小国的生存空间进一步的都会被压缩到了。好，再来我们看到了，真的是全球在找麻烦的一个状态。那现在伊朗的部分又是怎么样呢？伊朗示威现在全国是断网的一个阶段呢。哈米尼呢现在就说镇压，我们就是镇压下去，维安部队来镇压示威者。然后川普双手呢沾满了1000名伊朗人的血。那现在川普就说，你真的是麻烦大了。好，麻烦大了哦，现在又要来说这个重话了。伊朗呢面临的是严峻挑战，警告局势陷入大麻烦之中。如果伊朗的政府采取大规模暴力行动，美国就强力来反击，我们会狠狠打击他们的痛处，不是派地面部队，又给予的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打击。但是哈米尼呢，态度当然也很硬啊，他说管好自己吧，好不好 ？OK， 叫川普管好自己。然后呢，哈米尼还说，纵然遭到了暴徒以及破坏分子的抗议，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绝对不会退让的。所以呢，继续的喊话川普，请他管好他自己就好了。那如果要管的话，当然有一些行动要出来。那当然呢，中美之间军事的拼搏还是持续的。我们来看到中俄、伊朗等金砖成员国在南非附近的空域来举行所谓的联合军演的一个部分。那么本周稍早的时候呢，其一艘中国的驱逐舰和一艘补给舰，以及一艘伊朗的前进基地舰就驶入到南非的水域了。他们会为期1周来做这样的一个军演。南非国防部呢就表示，这个有助于保障航道，还有这个区域整体的稳定安全。那中国空战的实力5年已经巨变了，美军的印太作战已经没有绝对的制空优势。英国智库这边又怎么说呢？已经不可以再预设美国在印太的战区享有绝对的空中优势，此消彼长的一个状态看得非常的明显。那我们现在也来看，美中现在真的是暗自在较劲哦。大陆扩张太平洋的军力，那么马上呢，美国就来做一个制空的宣示，就是把马杜罗抓起来。好，现在美中当然持续在对峙，整个全球的局势还是非常的一个动荡。彬哥，我们怎么来看？我其实实在搞不太懂川普的想法是什么。其实美军现在就驻扎在格陵兰了。美军以前在冷战时期在那边驻军曾经上万人过，那现在当然因为没有这样的需要，所以它慢慢下降，现在只剩200人左右。但是美国随时可以扩充在格陵兰的基地，我想
丹麦或是格陵兰都不会有任何意见。你有什么必要硬要把格陵兰吃下来呢？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我实在是搞不懂。那当然，可能他的想法就是，格陵兰因为过去他长期被丹麦，就欧洲国家来控制，他认为这应该是由美国或者是美洲国家来控制的地方，因为他在地理上其实是属于美洲嘛，所以我觉得要用这个理由，然后去把格陵兰硬吃下来，本身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然后你说中俄在那边会把它吃掉，会有势力。其实他一直指控说中国大陆的船只一直在格陵兰那边出没，好像一副中国大陆要把格陵兰打下来，怎么可能？中国大陆离格陵兰多远啊？他到底有什么本事去把它吃下来？我都搞不太懂。而且格陵兰也否认说根本就很少中国船只到我这边来，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真的搞不太懂。但是我相信中俄是很希望川普继续推动这件事，因为你越是推动，你只会把你跟欧洲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搞得更僵。因为对欧洲人来讲，他们一直认为说，你美国要在上面驻军，要在上面扩大基地，你就去做啊。可是你不能说要硬把它吃掉，你这样硬把它吃掉，你让欧洲人的脸往哪里搁？所以最近这7个国家，那个英法德这7个国家不是发表共同声明吗？说他们要尊重格陵兰这个他们的居民的他们的自主的权利啊。那但是问题是，你们挡得住美国吗？丹麦也很好笑啊，丹麦讲说，我们从来没有变过，我们的士兵要开枪前不需要跟我们请示，他们如果遭遇到攻击可以直接开枪，你开啊，就是这样子啊。如果我跟你讲，这根本不是军事行动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没有人会怀疑美国要拿下格陵兰就是拿下来。但是问题是，你美国如果做出来了这样的事情，请问一下，你叫欧洲这些国家以后再怎么跟你合作？因为等于以后美国就是一个跟强盗一样，我高兴干嘛就干嘛，你们欧洲人就是要听我的。这个在基本的尊严上面就过不去嘛。所以中俄是非常希望美国做这件事，你最好硬把它吃下来。然后你用钱去收买，虽然10万美金真的不少啊，对啊，但是你用钱去收买，这太难看了嘛。这其实我反过来讲，你川普要不要来买台湾？台湾5万就好，我相信台湾一定愿意卖你。你相不相信？你去台湾街头做民调，他们现在在那边做民调，大部分那个格陵兰的居民是不愿意的哦。可是你来台湾看，如果说美国花5万美金一个人要买台湾。台湾大概超过7、8成以上都同意。不要我坚持，我要10万，我不要降价。台湾甚至很多人0元不要，这不就这样吗？所以每个地方民情不同嘛。所以我真的觉得川普在做这件事是有点莫名其妙的事。那至于伊朗，他现在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搞了这个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然后他一直没有办法平息这些民怨。那如果情况真的更糟的话，刚好给川普一个借口，我再去轰炸你。想办法再去破坏，因为伊朗对川普或对以色列来讲最大的威胁就是它的核设施这些相关东西。那上次到底炸坏了没有？没有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就是找个借口，看是不是能够再去炸你一通而已。那对中国大陆来讲，他还是稳扎稳打，因为他的军队虽然现在数量上多了，先进的程度也越来越强了，可是他缺乏实战经验，而且缺乏在国土以外作战的经验。所以中国大陆就一直不断的在加强自己这一方面的能力，所以未来你会看到中国大陆在海外的进行的演习会越来越多。之前索马利亚因为海盗这边的问题，中国大陆已经定期就是不断的派海外舰队去执行这个对付海盗的任务，其实就是在磨练军队，它不断的在轮调。那接下来如果这个像这次在南非这个演习，未来可能会形成一个惯例，就金砖国家可能在全世界各地到处在演练这样的海军，这个对提升他们的经验值是非常有效果。因为就算再新锐的武器，你没有经过实战的演练的话，你本身到底能够发挥多少效能，还是令人质疑的。哦，这听起来感觉上，川普自己家里如果有一张这个世界地图，会不会每个国家上面都有一个价格表在上面？佑彬老师，是啊，他觉得他有3个方式可以拿下格陵兰。第一个当然就是军队占领，但是这个大概不容易了，因为北约的主导国去打自己北约小国，拿下北约小国的领土，这个实在是有一点说不过去哈。而且它会造成北约的这个崩解。第二种方式呢，他就把它买下来，现在这个可能性蛮高的，也就是大概花60亿美元。大概只有5.7万的这个人口哈，
所以呢，其实你看到格陵兰人他们愿不愿意？目前7个政党都说不愿意。好，丹麦这边也不愿意，格陵兰的就是领导人也不愿意。那但是你去做民调呢？其实还是有些人不表这个意见。所以买下来现在变成白宫内部讨论最有可能的一个方式。第3种，那什么呢？也就是跟他签一个叫做自由协议，有点像是跟马歇尔群岛帛琉这样子。不过那个前提是格陵兰自己要宣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呢，再把他的领土、国防、外交、军事的权利完全让渡给美国。那当然，这个其实不是真正川普想要的。川普想要的格陵兰是什么呢？他要他的资源，要他的稀土，要他的土地跟他的北极航线。这就是唐罗主义里面帝国要去掌控这个资源。那这种传统的帝国主义的做法，也就是用军队的方式资源掠夺、领土占领，这个好像都是我们听到19世纪的时候的情况。现在川普在做同样的事情，而且不止如此，他可能会沿着从造船业，他不是跟韩国、日本合作吗？他要沿着这个造船业，不管是从军舰到油轮，往外的这些港口，我们看到跟比如说重要的海峡、巴拿马以及这个港口，他要拿下。他事实上已经某种程度拿下。他最近在针对希腊的港口，中国大陆占有相当高的这个经营权的希腊的港口，开始要针对要求希腊政府要让出来。好，所以越来越多，这个还是一种帝国的延伸，也就是它的土地资源、海权、军事。因此，你就看到，只不过是现阶段他不得不去回来做地盘的清洗整理。可是呢，他基本上还是希望能够重新掌握全世界。因此，当他用这种就无法无天、霸道的方式的时候呢，秩序就消失了。那各国的内部呢，有一些这个动乱的因子，可能是经济的动乱，像是伊朗，它刚开始是个经济的动乱，那现在可能会变成一个政治上的暴动，甚至革命。那当然会来自于外界的这个介入。那你就看到马杜罗之所以能够被逮捕，也就过去这长达5个月的时间 ，CIA 的强力渗透，厉害的不是美军啊，厉害的是美金啊，因为都被收买了嘛，所以才能够不费一兵一卒的去绑架马杜罗。同样的情况，他对于这些其他国家的过去会不会有类似的这种渗透或影响？那这些不安的因子就会开始被放大。那被放大呢，它就会变成这个国家内部的动荡的来源。所以将来越来越多这种在全球南方的一些国家发生动荡、发生就是经济的暴动或政治的暴动的可能性了，我觉得一定会增加。而美国在这里面都会有一定的角色。美国也希望从这样的一个动荡当中重新恢复它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好，整个呈现就是你越乱我越爱的一个状况。厉将军，确实如此。现在只有一个国家真的很乱，就是伊朗现在伊朗大概全国各地有这个250处的地方已经这个有抗议，而且有暴动。那目前来讲，了解的最少有40几个人因为这场暴动而死亡，也有2000人以上因为这场这个抗议的暴动而被捕那我们仔细去分析这场暴动背后，当然表面上面最初的原因看出来是因为伊朗的通货膨胀突然一夜之间暴涨，让老百姓没办法活下去。可是你仔细去看的话，我觉得后面有没有这个大国的背后阴影在操作，我觉得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包括美国的 CIA 还有以色列的摩萨德会不会利用这机会上下其手？除了在这个经济上面打击你伊朗之外，另外在情报方面也已经展开动作。那最近听说这个美国已经这个运了大批的这种这个武装直升机包括到这个C-13洞AC-13洞空中炮艇已经运往欧洲去了。那会不会动手？我们实在有待观察。如果说伊朗这时候最弱的时候，那我认为美国利用这机会动手的可能性就很大就像舒涵刚刚讲的，你越乱我越喜欢，趁你病要你命因为为什么要动手呢？有2个原因。第一个，在伊朗上去年的6月13号到6月25号这12天，跟以色列的互相这个空袭之中伊朗用的导弹其实打到战争的后半段，
以色列来讲的话，其实受伤已经开始重了，它能够拦截的几率已经很明显的下降了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伊朗、美国一直想要轰炸它，那次的战争到最后，美国也派出 B2 轰炸机，想要将它的核设施炸掉，但是根据分析没有炸到。那会不会利用这次故意制造在经济上面故意制造你伊朗的通货膨胀，造成你民心的混乱，再趁机用这个摩萨德或者 CIA 等情报组织渗透到里面，扩大这个暴动之后，然后让人民心浮动，在这种状况下，会不会紧接着就是军事武力的入侵跟打击？我觉得这是如果说美国跟以色列要采取军事动作的话，可能会采取类似像马杜罗这种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哈。那打击的目标它可能有2个，第一个就是你的核设施，我利用这时候进去把你核设施打掉哈，以除后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斩首作战，斩首你哈米尼这个精神领袖，将你干掉。那听说目前哈米尼已经准备这个 B 计划，要逃亡到莫斯科去了。看起来这个川普的这个眼中钉、命中结，好像在这个世界地图，慢慢的他一直都在清理当中，而且只要他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进广告。持续回来看到的是日本方面的一个状况了。首先，我们就来看到了日军魂不散的一个部分。现在外交启动，高市的外交呢，整个启动了，要来布局国际抗衡中国。所以高市的外交启动之后呢，现在可以看到呢，就任的这个日本的防相，也就是这个小泉进次郎呢，1月12号就会访美，要来会见赫格塞斯。好，那再来呢，当然是要加强所谓的美日同盟的部分嘛。那现在呢，看到日本祭出所谓稀土管制之后，大陆方面也宣布了，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月底，他们在渤海会有军事行动的一个任务来执行。好，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日本又一执念不改的话。我们看到大陆这边说，企图会把这个国民拉入新型的军国主义的深渊，所以中日之间的拉锯还在持续当中。现在日本有它的动作，就是启动外交；那么大陆这边呢，有它的军事行动持续在这个扩张当中。那我们也来看到了，现在呢，中方要加严管制两用的物项。所谓两用的物项，就是军用、民用都 OK 的一个状况，要来这个压制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图谋，所以呢，现在呢也要来摆脱对中国方面的一个依赖，所以日本的财政首长呢就到美国来出席矿物供应链的财长会议了。那当然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部分呢，对稀土的掌握啦，还有这个稀有矿产的掌握是很高的，所以他们当然也要做一个相对应的反制。好，我们来看到呢，现在呢，日本向中国来出口的日本酒以及食品的通关比呢，以往所需的时间更长，所以其实在贸易方面，中国也开始出手来对日本施压的一个部分。现在中日的关系是急冻的，持续急冻，而且完全没有看到呢比较回温的一个迹象。名古屋的中部机场对中航线狂砍了70%，只剩下26个航班了。好，那再来看到的是韩国这时候想要玩的就是说，大家都好的一个状态哦。所以我们来看到呢，北韩这边也有动作，就是呢，他痛批南韩有很多无人机来侵入领空。不过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指控呢，南韩这边呢是完全否认，他说完全没有，而且李在明呢也说要对相关事件来展开调查。那李在明说不是我们的，那难道是美军的吗 ？OK，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了，现在呢，李在明呢将会跟高市早苗来会面。那么韩国、中国、日本的关系发展，未来如何来发展就备受瞩目了。那么习近平这边就说，中韩双方会站在历史正确的这一边。那李在明这边呢就表示说呢，被认为就历史问题，日本历史问题的话，暗示这个韩国要选边站。那韩国会不会呢，真的又被夹在这个中国跟日本的中间呢？现在呢，李在明呢也会来这个
到日本来这个会见高市早苗的部分。那么韩国学者就分析了，南韩会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就是他们没有要当所谓的积极的协调者，而且呢，他们也希望中国跟日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因为你们如果很紧张，你们就会两方都希望来跟我当好朋友。真的这样的运作有可能可行吗？中日之间又在打什么样的盘算？彬哥，这个对高市早苗来讲，当然他任内大概不可能跟中国大陆化解这个关系，也不可能重新建立积极的外交关系，所以他当然就要去拓展跟其他国家的国际合作。那至于他能不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就有待观察。实际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现在在中国这一块已经关上大门了。可是对美国那一块呢，虽然他也很积极的想要去跟川普拉近关系，可是川普看起来并没有很积极的想要跟他拉拢，所以我觉得他大概就只有从其他的国家去下手。那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说，高市早苗的这种态度只会让中国大陆对日本会采取越来越严厉的一些措施。现在他们就开始军民两用物资，我就开始禁掉，而且接下来渤海的演习啊，甚至一步又一步，我认为甚至过完年之后，过完中国大陆的这个农历年之后，他会对日本有新一波的这些相关的制裁。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日中之间是看不到这个彼此的和善的互动的表现。那对日本来说，现在最迫切的就是他怎么样跳出中国大陆对他的这个稀土的封锁。因为日本自己也可以生产一部分的稀土，而且它有一部分的精炼能力，但不是全部。那中国大陆如果现在对它真的加以这些管制的话，它很多产业，包括日本最重要的汽车产业，都会面临很大的麻烦。所以它当然也要积极想办法去突破。可是说真的啦，要突破是蛮困难的，因为中国大陆占了全世界90%以上的产量，你怎么去突破这个东西？你要在短期内去建构这样的产业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实际上过去也不是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日本曾经也一度想要成立相关的公司，可是后来还是功亏一篑。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恐怕对日本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至于说中国大陆这边什么对中航线7成，我估计还会更少。你知道砍7成，我估计会到9成以上。然后未来大概只有一些很必要的东西，但其他大概都砍掉了。那至于北韩这边，北韩现在指控说有无人机入侵，以我的观察来看，我认为李在明是想要跟北韩打破僵局的，他想要破冰，甚至不排除可能会去跟金正恩见面。所以你说在这个时候，他会派无人机去刺探北韩，或者是刻意制造两韩之间的紧张关系吗？我是存疑的。所以这个无人机到底是哪里来？会不会只是一些民间的人士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还要去查。但是李在明，你可以发觉他是非常长袖善舞。这一次去中国大陆，他也做足了功夫。可是习近平对他虽然表示欢迎，可是呢，对某一些东西还是有所保留。我觉得习近平还是在观察李在明到底会走到什么样的步骤，也就是他知道他背后还是有个美国，美国会拉住他，不会跟中国大陆走得太近。然后李在明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因为他马上也要去日本了。那所以你看中国大陆方面的表现的态度就是相对保守，我不多做评论。可是我在干什么？我在观察。中国大陆最喜欢讲听其言观其行，就是看你到最后到底会怎么样。你如果只是一般正常的，就是就你韩国的利益去跟日本交往，中国大陆当然不会去干预你。可是如果你跟高市早苗走得过近，甚至跟他一起发表一些对中国大陆来讲并不是很友善的一些相关的言论的话，那中国大陆就不可能会为韩国开启大门。所以他现在还在观察，但是我认为李在明不会做这件事。李在明要的是什么？他要跟周边所有都全部都和谐。那在这种状况下，才能够让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的一些事务的运作上。所以我认为李在明的路线跟过去的尹锡悦是差距非常非常大。他不会再单抱美国的大腿，而是追求一个大国之间的平衡。那我认为他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而且应该很快就能够达成。而且我每次看到李在明，我都一直会觉得他让我有一种好像这个莫迪的这种感觉，印度的一种既视感。永明老师，我们看国际关系哈，其实不要太受一些国际媒体或者是外交互动的影响。你要看这个结构，你要看这个本质。基本上现在是中美基兔两强体制
美国现在已经是战略收缩，他在做自己本身美洲西方的掌控清洗，不惜用帝国入侵的方式。而东亚其实中国主导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你看，他去年底跟东南亚推进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3.0，强化经济一体化。然后呢，派外交特使介入到泰国、柬埔寨的边境冲突，同时跟韩国修复关系，还搞自拍。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他对台湾做环岛军演，警告台独跟外力介入。同时，对日本采取了制裁，3重制裁，2重是确认，第3重现在不确认。第一个确认的，也就是对所有的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物资禁止出口，总共有1100多项，而且禁止所有其他各国的个人或企业转运给这些日本，作为增加日本军事实力的使用，这都是商务部2026年第1号公告里面的内容，所以它就是要打你整个日本再军事化的发展。那这个1100项里面的军民两用包含什么？当然包含稀土了，可是它只是针对日本的军工产业，所以各位，日本的军工产业会被打趴，根本做不起来，因为你所有的飞机、轮船里面，你都要用到稀土跟军民两用的这个材料。有很多是必须要绝对从中国大陆进口的，而日本无从反制。那第2重制裁就是针对一些日本出口到大陆的半导体的气体做反倾销调查。第3重现在不知道，因为他已经官方的媒体《中国日报》有说，现在在研究是否要对日本重新采取全面性的稀土管制。我觉得不会一下到这个地步，他现在看高市怎么回应。那你现在搞一大堆外交去跟这个美国爸爸，然后那个 G7 奶奶，然后要去这个求饶告，这个就是说求救，没有用，没有用。川普为什么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稀土、大豆，他会把美国已经自己库存不够的稀土给你日本去做飞机、做军舰吗？不可能。所以日本一定要自己认清楚，你军工业如果要发展，除非你不想走这条路。你一定要跟中国有一定的就是互动关系，你才能取得你在发展相关产业，尤其是军工产业所需要的军民两用物项。好，我想呢，当然呢，就是整个国际局势哦，大家就视此消彼长嘛。现在这个美国的动作呢，也非常的明显了。厉将军，那我觉得高市早苗他这个军国主义以及极右派思想是绝对不会改变的所以他要改变他的安保3文件，其中安保3文件里面最后一项就是他要建立他的这种军国主义的武器库那中国大陆也看出来这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对他实施军民两用的这种物项的这个管制出口。那其实你看日本并没有不像美国一样有专门一家在做军工武器的这种公司像美国有波音啊或洛克希德马丁啊等等这些公司，日本没有。日本来讲，他做武器都是什么公司？都是他们跟民间，就是借着民间的公司在做。譬如说是这个三菱啦等等这重工业等等在做武器。那日本现在它的安保3文件第3个文件里面，它修改它的这种内容，就是以前它只能具有防御性质的武器，它现在要发展攻击性质武器。那不但要发展攻击性质武器，而且还要出口我们所以说你看到它要做124的对舰导弹，034的对空导弹，甚至它要跟意大利跟这个英国这3个国家要联合起来合作，要开发下一代的战机。那这时候由谁来做？我相信大概就是他民间的企业在做。但是这个时候中国用这招真的很狠，直接把你的这种咽喉直接砍断掉，因为我就不提供给你嘛。只要是军民两用的，你只要是虽然说讲是民用，可是这个东西如果到了你日本以后可以变成军用，那我就管制不给你出口。譬如说你要做一艘轮船，你可能需要什么样的稀土或者你要做马达，你需要什么样的稀土？可是因为你这个东西也可以用在军用，我就管制不出口给你。所以它连带的不只是说这个军工产业会受到影响，其实包括它民生产业也会受到相关联的影响，整个产业链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初期，你看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一架 F-35，它最少就要417公斤的稀土。那现在你对它做这个管制，那它第3代战机根本就不要做。当它第3代战机没办法研发的话，
包括到英国，包括到意大利啊，都会受到相关的影响。比如说是他想要发展自己的大经济的潜舰，那如果说这个稀土被管制到，它大经济潜舰要用的稀土量一定会更大，那当然也一定会受到管制哈。这是我们看到。另外，有关于李在明，我认为李在明其实是非常灵活了。你看他到中国才跟中国很默契，转身马上才到中国才表示说，他要这个将安重根的遗骸接回韩国去。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樊启明。这一节呢，我们一开始还是来讨论美国有关于这个川普跟委内瑞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最新的一个发展哈，包括了这个川普最新的受访内容的时候，就有特别提到为什么这一次要申请马杜洛，它主要有2个考量，一个是战略上的一些考量，它是不希望所谓的中国跟俄国的势力进到这个委内瑞拉。美国不愿意看到他们出现在那里，成为所谓的一个近邻。而另一方面就是经济上的一些因素哈。川普同时强调，美国政府将决定哪些这个原油的这些企业获准在委内瑞拉进行相关一个投资，包括了5000多万桶的这个委内瑞拉的原油，可以看到经济因素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包括了川普也跟美国的石油业者也进行相关的一些会商哦，特别有提到这个未来要投入至少1000亿的美元来重建委内瑞拉的一些相关的能源的产业，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主张。可是川普也表达了一些威胁之意，他说如果不遵守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来听听川普的最新的说法。All of the companies here today are going to be treasured partners in bringing the nation of Venezuela back to life, restoring its economy, and tremendous wealth for the companies that are going in. The companies that are going in, and if you don't want to go in, just let me know, because I got 25 people that aren't here today that are willing to take your place. 好，川普说，如果不愿意配合，我们就把你全部换掉。那我们来看看美国的这个石油业者能不能这个福音有关于这个川普的相关主张。看到目前，包括埃克森美孚执行长，他就有特别直言，他觉得没有投资的一些相关一些条件展现出来是没有太多的一些兴趣。而另一方面，可以看到美国的军事行动针对委内瑞拉还是持续的进行，最新的一波就是有第5次的进行拦截行动。这一次是奥利纳号，它的油轮从委内瑞拉起航，可是它被指控是认为是悬挂了东帝汶的一个国旗，因此呢，美军又进行相关的一些拦截。那这一次的事件还是从国际关系跟美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态度，我们来持续的来加以观察，是从所谓的门罗主义已经衍生到了所谓的唐罗主义哦。因为按照相关的一些说法，这个很像美国川普这样的一个动作，很像是20世纪之初所谓的炮舰外交的结果，也就是弱国无外交的一个很写实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写照。目前呢，已经中国成为了美国在拉美地区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所以呢，美国希望能够扩大它的司法管辖权，就是要避免出现所谓有中国人出现的这些美洲。我们可以看到，川普所谓的这个唐罗主义、唐罗外交呢，谁能够约束他？他自己非常的这个讲话非常的豪气，然后豪气是比较好听的。他说，作为3军统帅，他的权力仅止于他自己的道德观来进行相关的一些限制，他不需要。根本不需要，他也不需要去遵守所谓的国际法。而另一方面呢，针对委内瑞拉后续的一些行动，美国还有一些实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约束。特别最近传出来，这个代理总统是不是要到美国进行相关的一个访问呢？这个代理总统叫他就是表达不是很配合啊，他是说有媒体报道，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要在13号要到华盛顿进行访问，可是相关的一些说法都说没有这回事哈，所以可以看到也是打脸了美国当相关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报道。而另一方面呢，这个现任的代理的总统没有配合，那川普呢，是不是把他的目光投向了反对党，就是马沙斗？因为最新的报道是说，马沙斗他要把他自己得到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要把它转送给川普。那川普自己的说法是莫大的荣幸，他愿意收下。不过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定是说，好像不能这样子用送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而另一方面，从委内瑞拉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个美国的目标是不是伊朗？因为伊朗呢，在最近出现了一个全境
31省的这个全国大断网。那川普警告，这个会付出一个地狱般的一个代价，因为在全国都在进行抗议伊朗的这个抗议行动蔓延了31个省份。那怎么样去做？当局就随即切断了全国的通讯网络，试图呢来控制所谓的舆论跟这个所谓的发声权那川普则是再度警告，如果伊朗的政权再度出现了杀害抗议者这样的一个行为，将会付出地狱般的这样的一个代价。那哈里尼呢，就是这个伊朗的他的最高领袖，也不买单美国的相关的一个警告，他对川普喊话是说，管好你自己的国家就好。那这一次可以看到，伊朗整个动乱是升级，全国大断网，31个省呢都陷入了一个这个混乱的一个局面那目前最新的一个消息，包括了这个伊朗自己的一些相关的指控，他们掌握的消息是不是由美国跟以色列来密谋制造相关的一些动荡？这个又冒出了所谓的阴谋论。我们请问一下这个帅将军，怎么看一下美国针对这个委内瑞拉的一些相关一些战略跟经济上的一些指控？从战略思考来讲，我很早以前讲中美的这个斗争呢，最剧烈的是经济上的斗争。那中国做的是什么？我就找经济地盘进去。所以中南美本来就是一个很好可以开发、可以利用、可以获得资源的一个地盘。所以中国大陆在“一带一路”之下，前开港了，什么运河了，什么都在做，有买巴西的豆子了，做了很多。那美国就讲说，我家的后花园，我怎么能容许你呢？打委内瑞拉，它有很多目的。第一个，对中南美洲国家的杀鸡儆猴，你们搞清楚，唐罗主义就是你的，南美洲也是我美洲的一部分。第二个呢，就夺取委内瑞拉的石油。这个石油在美国手上再拿到的话，那全世界的这个原油供应呢，它可以拿到3/4了。中东的、美国本土的、委内瑞拉的，那么拿到这3块油源呢，那美元的霸权就可以维持下去。因为如果油往下跌的话，美元霸权也跟着崩盘。第三一个呢，他这个跟这些商人讲，你们要去投资1000亿，因为委内瑞拉的所有的油井设施多年失修，而且效率不彰，一天只能产生80万桶，所以川普就开了一个空头支票，你们开发的话可以得到5000万桶，给巨人的财富。但任何一家石油公司最大的顾虑就是说，你这个环境是不是很安全？我花这么多钱投资下去，今天游击队来破坏，明天来破坏，基础建设也不好，那我可能就血本无归。所以川普又讲，你们不想投资的话，外面还有20几个人等着，这有是在威胁。事实上，这个石油公司老板都很清楚，他们都在海外有很多的经验。我想，埃克森美孚公司算是大的油商，是他的指口当面给你川普难看，他说没有安定的环境，我不可能投资。所以这个问题还要有待观察，因为委内瑞拉的国土面积很大，这个你难保没有把杜罗的拥护者。对，那游击队给你搞一下，你这个计划也落空。但是威慑中南美洲的目的是达到了。你看古巴，只要断了古巴的这个委内瑞拉的油，古巴就撑不下去。古巴已经很穷了。你看巴西以前不是骂得很凶吗？这个，现在也没有声音了。搞不好过2天，川普说你给中国的大豆不准卖，那是不是要逼得中国要回购美国的大豆？是，所以他这一石好几鸟啊，他获利很多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跟俄罗斯就面临说，我们还要不要在中南美？因为你路途遥远，这就是要战略扩张的极限。就像美国不能够在台海发生什么作用，这叫战略极限，就是太远了，这个兵力到不了。同样的问题也是俄罗斯跟中国的问题，除了商贸来往以外，你要军事上的保护就很难。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G2 的隐隐约约已经成型了。成型的话，那就是说，将来美中在谈判的时候，就像你川普讲的，你管你的事，我管我的事。美洲是我的，中东是我的，那中国大陆讲，那台湾是我的，你怎么说？所以
这种谈判呢，就会造成台湾很大的危机。是，你有可能被凌迟到卖掉。那美国可以借谈判的过程里面，把台湾的这个台积电统统搬空，美国的军火采购让你先缴钱，先买再说，先缴钱，买货到不到不知道哈。第三个，你还要我们的关税跟对美国的投资，等到这3项弄完以后，台湾已经油尽灯枯，这个时候再把你卖掉，卖给中国一个顺水人情。是，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再当吃瓜群众看得很热闹，这会危害到台湾的安全。这个问题我觉得蛮严重的。如果我们的国安团队还看不出这个趋势的话，你还要把台湾有限的资源去买那个空头支票的武器，我请问这以前花了2000多亿的东西，你拿到没有？什么也没拿到。所以这个问题啊，美国也不讳言，他就矛盾了。2027要打了，那你现在才采购，2037都不见得拿到。所以这个问题啊，我希望大家头脑清醒一点。我看这些行为，我为什么很熟悉呢？我们读过战国的历史啊，这些手段都以前都我们几千年前老祖宗都用过。是。好，我们请苑老师。好，这个是这样子哈，我讲2个部分。第一个是在讲，就是说是这个美国这个出现这个伟大的川普总统啊，他这个观念当中啊，我不晓得川普这个人是搞不懂还是什么情况。他对于委内瑞拉产的石油啊，委内瑞拉产的石油是一种酸性极强的垃圾油，原油，对，它是一个，它跟那个沙特啊，或者是伊朗的产的那个轻石油是不能比的啊，这个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个情况下，所以说那个目前为止呢，川普本身来讲，听到油啊就发疯了一样，好像觉得好得不得了。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又笨又坏，为什么呢？它里面出现了3个方面，为什么这个埃森美孚啊，或者是西非隆这种大的石油公司在投资的时候呢，举步维艰呢，迟疑的不得了。这主要原因就是有3个。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他们在原来委内瑞拉的整个石油设施虽然是常量丰富啊，从来没有讲产量，就它的生产的能力不足。你要进行大投资，要1000亿的投资，那谁要做1000亿的投资，就要确保。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美国到目前为止到现在，我还是维持这个想法，就是美国不敢登陆委内瑞拉来做游击战。委内瑞拉的话呢，我们讲，就算马杜罗，人家好歹也是有1半以上人支持他的话呢，那么基于颜面的话呢，要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那美国登陆上的话，会不会再出现个越战？美国有没有这个勇气？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没有这个毅力？这是第2个问题。然后第3点，我要强调，就是说你一旦在那边开采石油的时候，你一定要相对而言是非常稳定的。你怎么可以在那边到处都是打了机关枪什么的？你在那边怎么挖油啊？利比亚也有油啊。对不对？那为什么的话呢？叙利亚也有油啊，那伊拉克也有油啊，为什么停下来？不安定嘛，对不对？现在委内瑞拉的话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马杜罗的话号召大家来乱搞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川普这个美梦，因为这个消息披露出来，让大家发觉美国的大石油公司对于开采委内瑞拉的油兴趣缺。所以他在讲这种话。然后第2点的话呢，他在强调这个西半球的势力啊，把这个门罗主义改成唐罗主义，这个其实是极其荒唐的做法。我这几天天天在想，就是说川普这个人他是反哲学、反道德、反伦理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他能够让美国真正得到很大的好处嘛？他自己一个人得到好处，我觉得没有话讲。但是他一个人不重要。但是我会发觉说，在美国的内部，我觉得大家要知道，美国现在面对的情况，第一个，他自己原有的盟邦都开始对他非常不信赖。等一下我们会聊到这个部分。对。然后第2个的话呢，世界上所有的其他国家发觉，这个世界上如果进入了真空状态，没有美国的时候，那么大家心里就要掂着点，就说你要找寻新的霸主，还是就让这个世界无政府发展下去。然后第3个部分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要了解，美国自己的内部非常混乱的哦。美国的 ICE 就是管非法移民的，在明尼苏达州杀了一个，对不对 ？Renee Good 啊，杀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本身是负责监察的，然后被了警察干掉。第2天的话，在 Portland。啊，那又有2个这个人的话呢，就警察执法过当啊，如果是送看样子也是凶多吉少。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社会内部出现的分裂，那难道说这一切都是川普要的吗？而且我觉得说是美国现在强调他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西半球。
但是他在那个伊朗那边的话呢，因为受到以色列的这个指使，他非要表现不可。这个机会难得啊，因为伊朗大乱的原因是经济的问题啊。但是伊朗的革命卫队，他们的神权国家是不让你轻易的那种情况下，所以如果伊朗乱干，那美国哪里有多余的余力来进行对伊朗的惩治？那靠以色列的话呢，那以色列一定要拉着美国一起下海。所以我觉得2020年一开始，这个世界真的是大乱。是，好，我们请严老师。我想刚才这个袁老师已经提了啊，就是委内瑞拉的油啊，它的硫磺很多，所以你要有一个高的这个去硫的手术啊，英文大概就是这个 desulfication 啊，就是你要 hydro desulfication， 就是你要把它去掉，然后呢又要加氢。这个 hydro 这个 cracking 一个提炼的过程，这两个对不起美国现在自己的只有路易斯安那跟德州稍微有2个工厂在做，因为美国也有一些重油，所以有一些工厂会做，但大部分成本太高是那同样刚才袁老师提到的，在委内瑞拉也好，哥伦比亚，因为我有亲人在油公司做过，你知道我以前在阿拉斯加很多譬如说那个英国石油公司在那边。我的朋友后来被派到哥伦比亚出差，都要签什么？你知道？要签就是跟太太的秘密通话，表示他还活着。如果传出来什么讯息，是每天出门，公司的车带他们去公司，每天走不同路线。因为怕被绑票，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地方那这些石油公司都不会算进去，成本那么高，又不是所以为什么美国一直对中东那么有兴趣？因为中东的油脂好嘛，利比亚的油脂好，这个是他有兴趣的。为什么委内瑞拉之前你看他没什么那么大兴趣？川普对不起。你只知道你的地产，你对委内瑞拉，你对石油业还是很陌生，所以今天被这些石油的大佬打了一个耳光，我觉得这很清楚的。那川普这个想法，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个 gunboat diplomacy 这个20世纪初，真的是美国在19世纪的时候还有一种自诩，就是说我们跟欧洲人不一样，我们是文明的，我们不掠夺这个殖民地等等，然后说我们是要教化。把这个西方基督教的文明带到这个蛮荒世界，所以他们不断往西走，认为是有一种使命感，认为这是昭昭天命，我们就是要这么做。结果门罗主义就是说我不让欧洲国家进来所以他们在19世纪末期还把英国在委内瑞拉的势力给赶走就说这是我的地盘你们欧洲国家不要进来。结果20世纪一开始，他们就变成是西半球的霸权，然后变成是我可以干涉你们本来是说你们不要进来，后来是说你们不但不能进来，我可以随时干涉，所以更换政权常常发生。所以20世纪斑斑可考嘛，拉丁美洲的历史全部都有美国的这个动手的一个痕迹都在。那而且也会抢一些小国，譬如说像尼加拉瓜，他就接管你一阵子这个。多米尼加他是陆战队就直接进去了，那有些小的可能就是透过 CIA 在这个拉丁美洲换了多少个政府，他就是这个政府换掉以后，上来换发现不听话，再换一个，所以委内瑞拉现在也有可能是相当的，对，也有可能是这样，所以我认为川普的这个历史观、世界观。还是回到19世纪的，我想应该有人要提醒他，现在是21世纪了对，你不能再活在19世纪。好，我们从委内瑞拉再来谈谈格陵兰因为目前川普对于格陵兰非常非常的有兴趣，而且态度是非常的强硬。川普是不是硬要格陵兰？按照川普的说法，我觉得理由也非常像跟委内瑞拉是相同的，所谓的一个战略价值，绝对不会让中国和俄罗斯强占格陵兰岛。那这座岛屿呢，并非在500年前一艘船就属于丹麦，这个对于这个丹麦的宗主权，我们可以看到川普也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来听听川普在受访的时候的最新谈话。I'm a fan of Denmark too, I have to tell you, and they've been very nice to me. I'm a big fan, but the fact that they had a boat land there 500 years ago doesn't mean that they own the land. If you take a look outside of Greenland right now, there are Russian destroyers, there are Chinese destroyers and bigger, there are Russian submarines all over the place. We're not going to have Russia or China occupy Greenland, and that's what they're going to do if we don't. So we're going to be doing something with Greenland, either the nice way or the more difficult way.
我们可以看到，川普说，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川普他就是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其实在欧洲引起很大的反弹，包括了马克宏就有提出了一个言辞的一个批评，就说是不是美国他要挣脱所谓的国际规则？那另外呢，德国的总统他也比较少讲话，可这次也突然讲话，他是说，因为川普这样的一个动作，国际社会很可能会变成所谓的一个贼窝，这还是所谓的强权政治。而另一方面更实质的，北约的成员国会不会进行开撕？因为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北约很可能会面临内部的一个武装的冲突，甚至北约可能因为川普这样一个动作，甚至出现瓦解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我们再来看看格陵兰岛，因为川普想要格陵兰岛，现在也传出要用钱来付。那格陵兰島的居民他們的態度是如何？我們來聽聽最新的說法。Hvis du fik penge af Trump, vil du så overveje at blive amerikaner? Nej. Jeg vil sige nej tak. Jeg har ikke brug for penge. Nej tak. Det er helt sikkert, at vi ikke vil det. If he is willing to give you like a check of 300,000 kroner. No, he could never buy us. Ever in my life. Any number. Any number in the world, and we'll know. And we'll say no. It belongs to us and only us only. 好，川普要格陵兰，除了战略上的一些考量，最新的包括了中国跟俄罗斯，他们要发展北极航线、北海航线，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一些关联？因为这个新航线的航程比传统从这个苏伊士运河或是好望角的航运的这个缩短，可以到达20到30天所以包括了中国跟俄罗斯积极在发展北海跟北极航线，这是不是也引起了川普上面的紧张，一定要格陵兰岛？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动作，中国呢则是对于非洲4国按照他们的一个传统进行相关的一些拜访，因为每一年的年初，大陆都会到非洲来进行相关的一些采访，已经连续36年由这个外长来首访非洲的这样的一个惯例是在1月8号的时候，王毅他出席了这个中非人文交流会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开幕式，可以看到跟这个非盟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密切，彼此握手按照这个王毅的说法是说，应该要携手来维持联合国核心地位跟国际法的权威，意有所指是不是对川普有一些进行喊话，要坚定的支持所谓的多边主义？而另一方面，在非洲还有南非因为这个中国呢跟俄罗斯也跟南非是不是要在南非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海上的一个军演，是要反制所谓的马杜洛的一个事件。可以看到中国对非洲下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功夫。相对于中国对于非洲的关系密切，我们再来看看川普。川普在2025年10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警告，因为在这个奈及利亚有出现基督徒面临生存的一个危机。那对于奈国政府未能阻止针对基督徒社群的暴力行为呢，川普是非常非常的强硬，是说可能用军事行动来进行干预。有这么强硬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到非洲有没有要买单？目前很多非洲国家是认为取悦川普不是这么的重要。可以看到非洲联盟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这个川普入侵了这个委内瑞拉的时候都明确的表达了一个谴责的一个这样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呢，这个乌干达的总统他也提出了是说，如果美军在乌干达故技重施，他们就是乌干达会击败他们。那这个乌干达的总统，他在2018年前是非常非常欣赏川普的，因为他认为那时候川普是为人坦率。可是到了2026年，他对川普的这个攻击跟批评是不假辞色。而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一看，除了川普的态度，目前有超过一半的非洲国家受到了这个到美国旅游的禁令或是签证保证金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限制，对于非洲的人民，美国处处有相关的一些限制。我们问一下帅将军。我们先把历史疏拢一下，非洲几百年来就是列强的殖民地，掠夺物资，奴隶人民，美国的黑奴就这边去了，所以其实中国跟我们中华民国很早就在经营非洲。当年我们的农耕队去教他们怎么样种水稻、种农作物，后来中国大陆也接手做这个事。另外很多的商品都销到非洲。是，非洲这个环境呢，因为每个部落之间的矛盾很多，所以常常发生内战，打得一塌糊涂，种族又太多。所以这个非洲，美国是想插进去有困难，因为你美国人从来就是歧视黑人。
那黑人的老鼠笼就在非洲，所以这个问题他眼里看不起非洲，所以这一块土地经过中国长期经营呢，大概美国的势力会比较弱。另外讲这个格陵兰。格陵兰呢？但是川普随便创出一个口号啊，那个中国跟俄罗斯有兴趣拿格陵兰。中国跟俄罗斯从来没有表现过对格陵兰有兴趣。他说船都在附近出现。对，船出现，所以他北极航道在那边，他怎么不出现呢？那你美国船在台湾海峡出现，你是不是要占领台湾呢？这说不通的啦。川普这个人口无遮拦呢。哎，人家得的诺贝尔奖说，哎，你送我好不好？这是很丢脸的事情。他威胁你要给我，因为他拿不到啊。譬如说你拿了第一名，哎，第一名给我，那就代表你是第一名嘛。所以这个狂人呢说话，但是他要格陵兰呢有2个着眼。第一个，格陵兰在战略地位上啊，因为俄罗斯的飞弹跟中国大陆的飞弹、洲际飞弹呢，经过格陵兰北极这边打美国东岸、西岸，距离都比较短。这才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上的要考虑的事情，但是格陵兰也很难，因为川普讲的啊，当然你丹麦靠条船就命名格陵兰是你的，这个理由太薄弱。现在问题就是说，格陵兰的老百姓并不见得说被你收编，但是格陵兰老百姓要独立。但是问题来了，你独立的国力有多强？你总共才5万多人。今天采访的几个只是个样板。我拿10万美金给你买一个，美国也花不了多少钱了。我跟你讲，迟早是他的。你要不信，你看，哪怕是格陵兰说我们要独立，对不对？但这个事情就造成欧洲很尴尬。对，丹麦是北约中一国，北约里面你的领土、你的属地受到侵犯，大家要合力。结果没人敢再支持，只是口头嘴炮上讲讲。现在我们看的另外一个崩解的体系就是北约跟欧盟。是。我看差不多了，因为美国根本看不起你。过不了几天，你看好了，美国搞不好把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再一撤走，这个局势就好看了，是，对不对？这些国家害怕俄罗斯，美国有保护的政策模模糊糊，所以就逼得你拼命买军购，你买来买去买美国货，美国又是一本万利，所以。我绝对不批评川普是傻，聪明绝顶，也狡猾到顶，也是当强盗的那个手法都有。所以你看嘛，我就威胁你欧盟，我不见得要帮你忙。乌克兰是你们去解决，欧盟现在很惨了，又要应付乌克兰，又要买美国的军武，所以法国讲了半天，我们买自己的，买你的有几个国家？所以这个问题啊，我讲今年就是世界大乱的一年。是。这个要引爆的火头到处都出现，台湾、格陵兰、伊朗、非洲都有，非常乱。请岳老师，世界非常乱的起因来自于川普啊。川普3大反对啊，第一个，川普是反哲学的，然后川普是反道德的，川普是反伦理的。为什么川普是反哲学呢？因为啊，我们哲学讲求逻辑啊。川普做事情讲话的话没有逻辑啊，就大家知道逻辑上，你这个北约当中啊，他觉得美国吃亏了。大家有没有想过，美国为什么要订北大西洋公约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跟苏联冷战之后拉帮结派啊，现在突然发觉说，哎，跟这些大国的话呢才有，小国偷偷给踩在脚底下。川普要占格陵兰，格陵兰是属于丹麦的，丹麦是北约的成员，那么自己的话呢，就非常矛盾，所以他基本上是反哲学，对欧洲人都懵了。欧洲人现在反应比较快的是法国跟德国啊，其他所有的小国是敢怒不敢言啊。川普为什么是反道德的？大家要了解啊，川普最近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的时候，他说啊，我这个人的道德规矩就是我个人脑袋的道德，其他人都不算。大家要知道啊，道德什么？道德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了，道德是一种共识啊，是一种道德意识啊，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共同的认知啊，否则的话呢，我光只要拿好处啊，不拿坏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道德的基础。川普没有这种感觉啊，他是一个反道德的角色。那川普本身是一个反伦理的，反伦理的情况下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伦理当中习以为常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人平等的这个概念，这是美国的基本的立法原则。那么林肯为什么伟大？不是解放黑奴吗？川普现在对非洲的话呢，摆明了就看不起啊！哎，你也不用来了，我也不管你了，也不在乎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刚好倒过来看呢，这个大陆的做法，我确实是非常赞成的。大陆首先第一点，它很合逻辑啊，对不对？他做的任何事情啊，对于非洲啊什么的，就全球南方，他维持一贯的立场，对不对？然后呢，他这也是一个支持这种世界和平啊，联合国宪章，那就是一种道德上的集体的表现，这最大的道德嘛。对不对？那这个伦理上的关系的话呢，那么这个“一带一路”的话呢，就是说是完全是为了要达到自己这个发展的话呢，人力己力啊，对不对？一起发展的话呢，这个是属于一种伦理上的关系。那么整个世界当中的话呢，伦常关系的发展，哪个可长可久可远啊？那川普只重眼前的利益，所以让大家觉得很奇怪。那你比如说，我现在举格陵兰，格陵兰的本身的价值对川普来讲的话，不得了。格陵兰的话，除了岛上的资源很多，世界上最大的岛之外啊，另外北冰洋的这个航线很近，北冰洋航线跟美国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北冰洋是属于这个俄罗斯这边绕过去的，但是川普认为说你发达了就是我倒霉啊，你不让你发达这种情况，所以他讲到中俄的关系，就是说你们不可以发达啊，那我只有我们美国人发达。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都不好意思讲。所有的美国人听到川普这种情况，我为什么一再强调美国境内？因为我自己美国朋友也非常多嘛，他们自己都是提到川普都是摇摇头啊，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发展。一个反哲学、反道德、反伦理的这个领导人，会领导出什么样的国家？你想也知道吧？是，请严老师。我想这个川普啊，在非洲他非常不受欢迎啊，他把非洲就踩在脚底下，讲了很多负面的话。但是呢，也有几个非洲的国家啊，像布基纳法索啊、马利这些，他们说我们也不给美国人签证了啊，你不给我们，我们也不一定要你来啊。然后这样的一个对比，刚才前面介绍中国的外长，大概1991年开始，每年的第一个行程一定到非洲，连续36年了啊，都没有断过。那这个给非洲的，就是说，即使中国已经不再是开发中国家了啊，也不再算是这个第三世界，可是它就是常常以第三世界的国家秩序，它是第三世界开发中国家，他们大陆叫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所以他说我的利益跟你们的利益是比较结合的，而不是就是说今天南北的对立啊。所以他是站在全球南方。虽然你看他的科技，你说是全球南方的科技吗？应该不是了。他的经济规模哪是全球南方的规模？也不是。但他永远是站在这一边。那这一次他去访问，譬如说伊索比亚，伊索比亚是非洲联盟的总部，所以他见了面。那这个总部是大陆盖的，所以每次去就是见证一下。这个访问伊索比亚，顺便访问非洲联盟总部，表示跟非洲联盟站在一起。因为非洲联盟在委内瑞拉这个事情上是出来谴责这个川普的。那另外他访问的国家索马利亚因为以色列刚承认索马利兰，他赶快去给索马利亚打个气。你知道大陆在非洲50几个国家，他只有2个国家，本来只有3个国家没去过外长。就是过去这36年，一个就是我们的邦交国斯瓦蒂尼，他不能去嘛。那另外一个是刚独立不久的这个南苏丹，还有一个就是索马利亚。所以现在王毅去了以后，只剩2个没去过了啊。严格来讲，就是只有一个南苏丹。所以他去索马利亚也有他的目的。然后另外坦桑尼亚是中国跟非洲合作的样板，所以再一次去就是强调，当初我们在文革期间一穷二白，照样帮你盖坦尚铁路啊，来帮助你。然后最后，赖索托，你说真的很少大陆外长会去，为什么会去？因为你被川普的关税搞得很惨。那大陆也有一些纺织业在那边投资，所以他们有一些战略的目的。然后每次去都是强调什么？刚好跟川普的这个做一个对比，我们是不干涉内政，我们是尊重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就让非洲国家或者全球南方知道说，我这个跟这个川普这样的一个就是只想到在占领西半球，我觉得确实是有很强大的对比。但是美国在不在乎？川普也不在乎。说老实话，他也觉得说我根本不要跟非洲来往，我现在就是把拉丁美洲视为我的痉挛就够了。所以这个是未来，我想这一年局势的发展，就是变成是一个3大强权划分势力范围。所以川普可能也对东欧的部分也没什么兴趣要继续支持的哦，可能就觉得普丁你们欧洲人自己去解决，那亚洲的部分他对台湾到底有多少支持，我也是挂一个问号的。